那当然，一切上面都是由 AI 自动化来帮你完成这些任务之外，整个 AI 的搜寻来说，我们还是需要专业顾问的参与，因为根据一项数据啊，当所有的内容都是由 AI 产生的话，其实70%到80%以上的这些 AI 的内容，反而是不会被收录的，所以还是必须有人的专业知识来介入，根据不同的页面给予不同的优化建议，才有办法让整个引用率跟提及率还有收入的状态提升得更高。所以我们会在整个 AI SEO 的优化建议上面，我们会根据全域搜寻的洞察报表，借由顾问的专业建议给予持续的优化跟迭代。好，那这个所谓的 FAQ 问答生成啊，我们其实在9EP 的工具上面，我们这边做好2个自动化的机制。我们会先去议定好一个主题，比如说这个主题可能叫做跨境汇款，那我们就会借由我们的工具去自动化的收拢各自不管是发生在 ChatGPT 或者是 Google 上面的常见问题，我们自动化的去收拢跟整合之后，我们去把它一一分类成资讯型、交易型跟品牌型。那每一个项目，我们会进到我们的专属于 AI 的专属于品牌的 AI 语音模型去做产文。那产完文单之后，我们会再做一次专业的论式。那为什么这些短问短答是可以用 AI 来辅助？但这些我们之前做的比较大型的关键字是没办法，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些短问短答，我不需要它回答太多的答案，我只需要它针对的问题去做简单的回答。比如说跨境汇款是什么，给予1到3句话直接的定义，这个就可以借由 AI 的辅助来直接精准的完成它。那最后当然我们会有借由人的方式来直接论述一次，把属于你们品牌的专业的应用，或者是你们的专业知识，或者是独属于你们的独特的优点，我们再把它写进去，就会完成这些所谓的 FAQ 的问答生成。那些问答其实在 AI 的搜寻状况上面，在这些 AI 搜寻的布局上面，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 AI 的搜寻其他都是个人化的搜寻。我们在过去的 Google 的搜寻引擎上面，我们可能会直接给面膜或者是面膜推荐等关键字，但到了 AI 的搜寻的领域上面，我们会给比如说面膜晚上可以使用吗？或者是精华液适不适合早上使用，这些比较个人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做这个问答生成，其实就是借由个人化的长尾问题的布局，来让 AI 能够知道，我们到问这些问题，那可以让引用品牌的答案是什么。好，所以这是我们做出了一些成功案例，比如说搜寻配方奶可以放多久，那我们的品牌的文章其实会被自动的引用跟收录。那在搜寻，比如说在 ChatGPT 上搜寻初乳蛋白粉，我们操作的品牌是可以被 ChatGPT 自动推荐。那又或搜寻太阳饼，我们的操作的一些品牌是可以直接被推荐在回答之中的。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商品 AI 贴标。那 AI Tag 其实就是我们会在不同的页面，我们在分类页、商品页上面，我们去根据你的商品的名称、商品的描述，我们会借由 AI 的模型去自动把这些内容的描述或者商品名称做断词断句。断词断句完之后，它会变成一个一个的属性标签。那大家想象一件事，我们会把这些属性标签打到一个三维的空间里面。那这个三维的空间，我们就会借由搜寻量或者是 AI 的相似度，把这些属性标签重新组合成一个一个有意义的词之后，我们会借由搜寻量来重新布局回到这些商品的页面上面。那这些商品的标签，它就会自动建立起标签分类页。因为人分类出来的分类终究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会借由搜寻量跟 AI 的相似度来把这些商品标签来做分类最大化的一个用途。那我们就可以无限扩充出消费者具有购买意图的标签分类到底有哪一些。商品 AI 贴标主要的用指标，我们就会看3件事情。第二就是这些收入数会因此而提高。那正常来说，比如说以画面上这个案例，就是页面上面的标签分类页，通常它的占比会拉高到全部收入数的页面的70%到80% 以上。那以这个画面上案例大概是 92.6%， 它的整站的页面收入数大概是27万左右。那我们标签页就大概占了25万，所以我们等于是在网络上帮你多开了25万个入口。那同步我们还会看它的 impression， 也就是曝光率有没有提高，它的流量有没有因为多开了这些入口而提高。好，那下一个核心技术就是我们的 AI Search。AI Search 就是我们可以借由 AI 来自动判断出到底商品的主体是什么。举例来说，过去消费者搜寻奶茶，它可能会出现奶茶口味的饼干、奶茶颜色的外套，或者是奶茶口味的蛋卷等等。但其实消费者真正搜寻奶茶，他是想要看真正的奶茶是什么。那我们就可以借由 AI 来判断出，这个商品是一个真正它的主体真的是奶茶，然后我们就会把奶茶优先推荐到最前面。那我们不只是可以辨识到主体，当今天消费者他在搜寻一些
比较语义上面的意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借由 AI 来判断出它真的意图要什么。好，以画面上这个案例为例啊，就是当消费者在搜寻健身推荐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借由 AI 去做语义搜寻的关联。所以当他搜寻健身推荐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豆浆、包含蛋白质的商品，或者是营养棒等等，我们就可以借由 AI 来判断说，原来你搜寻健身推荐，你真的想要找的是可以辅助你健身相关的商品，那你可能是想要找补充蛋白质或者补充营养棒等等。好，然后再来就是 AI 猜你喜欢。当今天消费者借由 SEO 或者是借由 AI 来产生所谓的曝光或者是流量之后，他进到网站之后，我们会在适当的页面或是在适当的流量行为上面，可以做自动化的商品的推荐跟布局。那比如说，我今天想要让我的新客一进站的时候，我就先让他看到，我加入会员的首购礼是什么，或是我下载 APP 的下载礼是什么。那亦或是我让他在看过了几项商品之后，我可以自动的跳出，过去因为你点过这些商品，我给你一个自动化的商品的推荐。好，那这个目的啊，其实我们就是要解决一件事情。当今天进站流量他看了适当的内容之后，他可能理解完，但我们没有好的这个商品推荐的机制，他可能就会直接离开了。但今天有了自动化的 AI 才你喜欢，可以依照消费者的浏览行为来自动化给予这些商品推荐，来实现整个流量工具引导到转换工具的一个完整的转换的闭环。好，那根据 Google 最新的一个 Google I/O 的2026年的一个大会上面呢，它讲述了一件事情：搜寻正在从所谓的答案引擎，逐渐的变成任务引擎。过去答案引擎是输入关键字来取得连结清单，让消费者得到他想要的答案。但任务引擎就会变成，我不只是要做完搜寻这个动作，而是我是真的想要完成一个任务。那 Google 的目标就是让 AI 来帮你完成。所以 9EP 这边也推出了一个功能，叫做 AI Graph。我们就会在分类页上面自动的生成多笔的问答页面，我们称作为语义的标签。那这些问答的每一个一个的问题啊，我们会从 Google 或 ChatGPT 上收集完这些问题之后，把它布局到分类页上。所以这些分类页点击进去之后，它就会另开一个页面。举例来说，像我布局了所谓的面膜，在这个分类页上面，我可能就会开始布局面膜早上使用比较好，还是晚上使用比较好？面膜睡前可以用吗？它每一个点击进去，它就会先另开一个不会跳脱出你的网站同一个网域上面的页面。那这些页面它就会布局好问答，那就会开始回答你这些问题。面膜早上适合使用吗？可以，原因是什么？那接下来就会告诉你怎么挑选面膜，挑选面膜的方法是什么，更多的常见问题跟推荐商品等等。那 AI Graph 的目标啊，第一个是要让 AI 能够读懂你的页面，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布局，就等于是我们有点把页面 API 化了，我们依照 AI 喜欢的格式来给予这些页面上的布局，让每一个页面变成 AI 可理解的结构化的内容。好，第二个目标就是，当今消费者他在找一样商品的时候，他有问题，他不需要去问 ChatGPT 了，他可以在你的官网上面有你的品牌知识，给这些消费者快速理解，这些产品能够解决你什么痛点，来帮助他做快速选购的一个布局跟问答。这些内容我们不只可以布局在使用 9AP 的系统上面，只要是你的网站能够串接好 API， 我们都可以把这些问题布局在你想要布局的页面上面。举例来说，像这是一个股票的网站，最近00981A 这支主动式的 ETF 很红，那消费者可能不懂的人，投资人他可能就会有很多各式各样针对这支主动式 ETF 的常见问题，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问题布局在适当的页面上面。那点击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呈现 AI Graph 想要的不同的资讯跟答案。那这些资讯跟答案，它可能就会变成解答你对这支 ETF 的介绍是什么，那相似的 ETF 是什么，或者是更多的常见问题，或者是什么样的人适合购买。那这些每一项的页面的目标，其实都是要让 AI 更理解你的页面到底想要传达什么样的讯息。那在作为一个闭环回来，其实就是让 AI 能够增加你的品牌的提及率、引用率跟曝光率。好，所以每一个 AI Graph 的模组啊，其实都是一个任务引擎的执行节点。比如说消费者有了一个任务，可能叫做我有粉刺的困扰可以怎么解决，那 AI Graph 就可以借由快速总结怎么挑选跟商品推荐来帮消费者解决这些问题。或是他不知道我的肤质要在你的网站上面，我到底要选哪一些合理的搭配，那一样这些问题就可以根据布局在你的页面上面，直接让消费者知道，你已经帮我预想好这些问题了，所以我可以借由进到你的页面来帮你直接找到答案之外，也可以告诉我怎么挑选跟适合的商品推荐。所以今天任何的一个任务的情境啊，它不是只是一个搜寻的关键词，而是我们借由站内的语义布局来帮他解决他的痛点跟问题。好，然后这些痛点跟问题不只让消费者可以解决他想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也让 AI 理解，原来
我的品牌跟产品是可以帮他解决这些问题的。好，那这是我们AI Graph 的我们内部封测的一些案例，就是 AI 的引用率跟曝光率是有显著的提高。那在流量跟曝光上面，或者是前10名的进站关键字也都有显著的提高。好，